在德国10多年了，去过很多次法兰克福，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一直只是一个中转站。上学的时候是去机场的必经之地，工作之后是出差停留点，白天开会，晚上住一晚，第二天就离开。这次非常开心受到法兰克福旅游局的邀请，4天3晚认真逛了一下，才发现这座城市的另一面。这个是我这回住的酒店，这个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大的。窗户外边就可以看到法兰克福的这几座非常标志性的高楼，卫生间也是超级大。这是这次法兰克福旅游局给的我们一个有点像礼包似的东西，我还没仔细看。第一站是 Kleinmarkthalle， 这个还真是挺惊喜的。这是一个汇集本地蔬果和异国小吃的菜市场。走进大棚，扑面而来的是人声、色彩和食物的气息。这个和我以往对法兰克福街上满是西装革履、匆匆而过的金融从业者的印象太不一样了。摊位上摆满了香料、水果和新鲜的面包，空气里弥漫着热气和香味儿。这是一个地下鱼池，这在德国真的很少见，只是可惜当天并没有在卖鱼。我们去了萨克森豪森区的苹果酒小馆，店主仔细地介绍了各种酒的区别和酿酒的故事。酒的味道不仅和酿造时间、天气有很大关系，甚至酒杯的选择也会对味道产生影响。店主说，当地用这种菱形样式的杯子，而不是用传统的香槟高脚杯，就是因为用高脚杯喝酒的吞咽速度会太快，没有办法体会舌头后半部分回甘的碰撞感。我一共尝了3种本地的苹果酒，努力找到味道上的细微差别，何尝不是一种正念呢？说到吃，我去尝了一家本地馆子。一般在南德习惯吃 Schnitzel 炸猪排配 Jägersauce， 也就是猎人酱或者叫蘑菇酱。我喜欢吃的是 Wiener Art， 也就是维也纳式猪排。这个是更传统的吃法，不配酱汁，只加柠檬和配菜，还有一点越橘果酱。法兰克福的吃法是配 Grüne Soße， 是用7种新鲜香草混合酸奶做成的。说实话，我还是更喜欢传统吃法，可能是一直吃惯了。我还尝了法兰克福特色的 Handkäse mit Musik， 介绍说当地人要么爱吃的不行，要么看都不想看到。Handkäse 直译就是手工奶酪， mit Musik 的意思是因为吃了这个奶酪会很容易放响屁。奶酪上面的调料汁是用洋葱、醋、油和小茴香腌制的。我觉得虽然没有多美味，但至少也可以接受。
离法兰克福大约1个小时车程，有个小镇叫 Seligenstadt。这个小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最著名的修道院巴西利卡大教堂建于公元9世纪。教堂属于加洛林风格，也就是将古典形式和日耳曼形式融合起来。它借鉴了罗马的圆拱门窗，但内部又强调方正、对称的秩序感。修道院的花园里依旧种满了药草和鲜花，小城里木框架房子和石板街道延续着几百年前的样子。这一次来法兰克福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参加博物馆河岸节。法兰克福的主要博物馆分布在美因河畔两旁，这就是这个节日名字的由来。白天街上全是人，摊位卖全世界各种吃的喝的。我挑选了几个博物馆参观，最惊喜的是浪漫主义文学博物馆。我以为这里只和文学有关，但却惊喜看到了和我专业光学相关的内容。这让我想到之前3联周刊对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柯尊科采访时他说的一句话：最初的科学家都是文学家，科学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用来解释世界、感召心灵的事物。晚上是河岸节的闭幕式，我们乘游船看烟火表演。法兰克福的高楼大厦默默亮起了灯，远处是安静的，四周又充满了节日的喧闹，人群的欢呼声和音乐混在一起，城市又变成了另一种样子。这次旅程的最大收获就是，原来一座你以为已经熟悉的城市，只要换个角度去看，就能发现很多新鲜的东西。因为马上要去上海、杭州等这些我已经去过不止一次的地方旅行，经历了这次法兰克福之行，马上我就找了很多书和纪录片来看，看看还有什么新奇的 hidden gem 是我不知道的。旅行的意义就是这样，在习以为常中重新发现惊喜，在熟悉的风景里找到新的好奇心。谢谢你看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见吧。